离婚3年后，我没再嫁，前夫以为我过得不好，带小三上门炫耀，开门后眼前一幕，他傻眼了。门铃响的时候，我刚把最后一道糖醋小排摆上桌。开放式厨房的岛台上，陆衍从背后环住我的腰，下巴搁在我的肩窝里，低低的笑。林老板，盐放多了。我拍掉他的手，少来，这是给耀耀的，他口味重。3岁的耀耀坐在客厅的地毯上，正用积木搭一座歪歪扭扭的城堡。她穿着一件奶黄色的公主裙，头发扎成2个小揪揪，听见自己名字，奶声奶气的回头：妈妈，我要吃排骨。我应了一声，等一会儿，排骨要晾一晾。窗外是城市最顶层的暮色，整个 CBD 的灯火像被打翻的星河，铺在370平的落地玻璃外。路演的顶层公寓占了整整1层，客厅挑高6米，水晶灯从天花板垂下来，每一颗水晶都擦得透亮。进口大理石地面光可见人，倒映着城市的霓虹。这个家很大，大到我刚搬进来时常常在夜里迷路。可我从没请外人来过，连保洁都是路演的生活助理安排，嘴严得像焊死。所以我心里清楚，这个时间点按门铃的人，要么走错，要么来者不善。门铃又响了2声，急促，带着不耐烦。我看了路演一眼，他松开我，顺手拿起遥控器，把恒温空调调高了1度，语气漫不经心：我来开。不用，我说。他点点头，没再坚持，转身回到客厅，在耀耀身边坐下。他白衬衫的袖口挽到手肘，露出一截紧实的小臂，手里拿着耀耀递给他的一块红色积木，眉眼温柔的像换了个人。但我知道，他的余光一直跟在我背后，像一只随时准备出击的猎豹。我走到门口，深吸一口气，拉开了门。一股浓烈到刺鼻的香水味先冲进来，混着小孩的奶腥气。苏曼烫着大波浪卷，穿着一件香奈儿粗花呢套装，脚上踩着12厘米的高跟鞋，怀里还抱着个2岁多的男孩。那孩子长得虎头虎脑，手里攥着半块饼干，渣子掉在苏曼的裙摆上。周深站在他身后，灰西装，领带有些歪，腕表还是3年前那块欧米茄，但表带磨损的厉害，表盘上有一道细小的裂纹。他整个人老了不少，眼角有细纹，颧骨因为消瘦而高高凸起，下巴上还有没刮干净的胡茬。林婉，他叫我的全名，语气里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怜悯。好久不见。苏曼拨了拨头发，笑得极甜，田里藏着刀。姐姐，申哥今天路过，突然想起你，说离了婚3年，你一个人怪不容易的，非要上来看看。我就说别打扰了，你肯定不想见我们，他偏不听。他提了提手里的水果篮，廉价的塑料包装，里头的苹果皱巴巴的，和他一身名牌极不相称。他像施舍似的把果篮往前一递，诺，给你带了点水果。听说你还住在这种地方，我们心里也过意不去。这种地方？我挑了挑眉，没有接。周深叹了口气，像在施舍一个落魄的故人。林婉，我听说你一直没再婚。我知道当年是我做的不对，可你也别太要强了。你看你年纪也不小了，还带着个孩子。他抬头看了看门内，话说到一半卡在喉咙里。他看到的是我身后那一整面落地窗，窗外是整个城市最昂贵的夜景，万家灯火像蝼蚁一样匍匐在脚下。客厅挑高6米，水晶灯洒下暖黄色的光，落在进口大理石地面，像铺了一层碎金。陆衍正从地毯上抱起耀耀，
耀耀搂着他脖子喊爸爸。陆衍的白衬衫被耀耀抓出褶皱，他毫不在意，低头亲了亲他的发顶，然后抬起头看向门口。他的眼神从温柔变成了冰冷，只在0点几秒之间。周深脸上的表情像被冻住了，他盯着陆衍，嘴唇动了动，没发出声音。苏曼还没反应过来，继续娇笑：深哥，你看姐姐这房子虽然旧了点，但收拾的挺干净。哎，就是这户型也太小了，连个像样的玄关都没有。他的话没说完，陆衍已经走到我身边，他一手抱着耀耀，一手自然而然地揽住我的腰，低头亲了亲我的额角，声音低沉温柔：婉婉，谁来了？我还没回答，周深先开了口，声音抖得不成调：陆总。陆衍抬头，像才注意到他似的，眉心微挑：周深。他目光扫过苏曼，最后落回周深脸上，语气淡得像在说：今天的天气，你认识我未婚妻？周深的脸一瞬间惨白如纸，他后退了半步，撞在苏曼身上，苏曼怀里的孩子被挤得哇的哭起来。苏曼尖叫：深哥，你干什么？他抬头看向陆衍，又看向我，脸上的笑僵了僵。他显然不认识陆衍，但从周深的表情里读出了什么，声音不自觉地尖利起来：你是那个陆氏资本的陆总？不可能，林婉怎么可能认识陆总？他就是个被赶出门的，我认识谁？需要你批准。我靠在陆衍肩上，声音平静的连我自己都意外。陆衍拍了拍耀耀的背，小家伙歪着头，黑葡萄似的眼睛好奇的看着门口的人，奶声奶气：妈妈，他们是谁呀？陌生人。我说。陆衍笑了一下，眼神却冷得结冰：周总，上周你在陆氏资本楼下等了4个小时，求我给你公司注资，我没见你。今天你倒有空，带着女人来骚扰我未婚妻。周深抖着手指向我：她是你未婚妻？她是林婉，她就是个没工作的家庭主妇。陆总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没工作？陆衍像听见什么好笑的事，低头看了我一眼，眼里有戏谑：周深，你公司最近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谁？周深愣住：晚石对，晚石。陆衍一字一句，语气平缓，却每个字都像钉子钉进周深的骨头里。晚石创始人林婉，也就是你嘴里那个没工作的家庭主妇。哦，对了，他还是陆氏资本亚洲区最大的个人股东，持股比例比你公司总市值还高。你上周求的那笔钱，审批人就是他。苏曼尖声打断：不可能，他一个下堂妇，凭什么？陆总，您别被他骗了，他离过婚，还有个不知哪来的野种苏曼。我开口，声音不大，却像一盆冰水浇在他头上，让他瞬间闭嘴。我往前一步，盯着他的眼睛。3年了，整整3年，我终于可以心平气和地看着这张脸。这张曾经让我夜夜做噩梦的脸，现在浮着厚厚的粉底，眼下有遮不住的青黑，嘴角的法令纹比3年前深了许多。你怀里抱着的孩子，确定是周深的吗？我一字一句地问。苏曼脸色骤变，怀里的孩子又哭起来，小腿乱蹬。周深猛地转头看他：你什么意思？林婉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没什么意思。我微微一笑，退后一步，从陆衍怀里接过耀耀。耀耀的脸正对着他们，小孩子眉眼清秀，鼻梁挺直，下巴的弧度和周深如出一辙。他有些怕生，把小脸埋进我颈窝，却还是忍不住好奇的偷看。周深盯着他，瞳孔骤缩。这是谁的孩子？
他嗓子发紧，像被人掐住了喉咙。我亲了亲耀耀的额头，跟你没关系。陆衍站在我身侧，声音不高不低，却字字清晰，是我女儿。周深整个人像被抽走了骨头，瘫靠在墙上。他眼睛瞪得极大，眼球上布满红血丝，嘴唇翕动了几下，却发不出一个完整的音节。苏曼尖着嗓子喊：深哥！他胡说，他就是故意气你。那孩子不定是谁的野种，陆总您别被这女人骗了。陆衍冷冷地扫了他一眼，那一眼让苏曼噤了声，甚至不自觉地后退了一步。周深，陆衍慢条斯理地整理袖口，声音像在谈一笔无关紧要的生意。3年前你为了这么个女人抛弃我未婚妻，现在你公司快破产了，苏曼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？你最好自己去查查。我要是你，现在就该回家抱着户口本哭。他顿了顿，嘴角勾起一个极轻的弧度。不过你也没家可抱了，你欠的那笔过桥贷明天到期。周深猛地抬头，眼里全是恐惧。陆总，你怎么知道不是我？陆衍揽住我，手掌在我肩头轻轻摩挲，是林婉。他早就把你的公司查了个底朝天。你以为你在市场上围剿晚石的时候，他不知道，他只是陪你玩玩。苏曼怀里的孩子哭得撕心裂肺。周深瞪着我，嘴唇哆嗦，脸色从白到青，从青到灰。他伸出手想抓住什么，却只抓到了空气。林婉，你怎么能？我怎么能？我笑了，眼泪却差点掉下来。我盯着他，盯着这个我曾经爱了5年，恨了3年的人。他的狼狈，他的恐惧，他的不可置信，我通通收进眼底。3年前他给我的所有羞辱，在这一刻，我连本带利的还了回去。周深，3年前你搂着苏曼跟我说，林婉，你不过是个不会下蛋的母鸡，离开我你什么都不是。现在我把这句话原封不动还给你。我顿了顿，声音轻而清晰，离开我，你什么都不是。我关上门。厚重的防盗门隔绝了门外所有的声音。周深像疯了一样拍门，苏曼的尖叫和孩子的哭声混在一起，被隔成嗡嗡的闷响。陆衍从背后抱住我，轻轻擦掉我眼角的泪。解气吗？他问。我摇摇头，还没完。他低笑，胸膛贴着我的后背轻轻震动。那就慢慢来。耀耀从我怀里探出头，困惑地问，妈妈，那个叔叔为什么要敲我们家的门？我抱着他往客厅走，因为他们走错了。哦，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忽然又笑起来，妈妈，我要吃排骨。好，吃排骨。我亲了亲他的脸蛋。陆衍跟在我身后，把耀耀抱进儿童餐椅，又转身去厨房拿他的专用餐具。我站在餐厅，看着一大一小2个身影在暖光里忙碌，心口那道3年前被撕裂的口子终于不再流血了。但我知道，门外那个人的悲剧才刚刚开始。3年前的春天，我29岁，我和周深结婚5年，辞了工作做全职太太，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，给他煮醒酒汤，熨平每一件衬衫，把他要穿的袜子配好放在床边。他总说我是他的后盾，是他创业路上最坚实的支撑。我信了。那时候他的公司叫聚味食品贸易，做的是食品代理和分销。我帮他整理账目，对接供应商，陪他应酬，喝到吐了3次，换来他一句没你我可怎么办。我爸妈劝我留个心眼，我不听。我觉得夫妻一体，他的就是我的。我信了整整5年，直到苏曼挺着微微隆起的肚子找上门。
那天是周三下午，我刚擦完地板，手里还拿着抹布。门铃响了，我打开门，就看见一个年轻女孩站在门口。她22岁，皮肤白得发光，眼睛像小鹿一样湿漉漉的，穿一件白色连衣裙，清纯的能掐出水来。她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，哭得梨花带雨。姐姐，我怀了申哥的孩子，他说他爱我，求你成全我们吧。我站在玄关，手里的抹布滴着水，一滴一滴砸在瓷砖上。我问，你是哪位？他哭着说，我叫苏曼，是申哥公司的实习生。姐姐，我知道我不该这样，可孩子是无辜的。申哥说他会跟你摊牌的，我听见自己的声音，平静的不像自己。周深知道你来吗？他哭得更厉害，他说今天会跟你摊牌。姐姐，你打我吧，你骂我吧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没打他，也没骂他。我只是关上门，回到客厅，继续擦地板。地板上有一小块污渍，我擦了5遍，怎么也擦不干净。后来我才发现，那是我的眼泪。晚上周深回来，没有否认，他甚至没有一丝愧疚。他把离婚协议拍在餐桌上，白纸黑字，给我的只有一套城东的老破小和5万块钱现金。林婉，别怪我。他靠在椅背上，点了一支烟。苏曼怀孕了，我妈年纪大了，一直想抱孙子。你嫁给我5年，肚子一直没动静，我总得为周家留个后。我像被人掐住了喉咙，是你说先不要孩子的，是你说我们先拼事业。他不耐烦的摆手，那是以前。我妈催了3年，你听听她都怎么说你的。不下蛋的母鸡，我出门都抬不起头。我笑了，眼泪大颗大颗砸在鞋翼上。周深，你出轨还这么理直气壮。他叹了口气，像在容忍一个不懂事的妻子。林婉，你别闹，你要是不签，我们就上法院。法院怎么判？我公司有债务，你一个5年没工作的家庭主妇，拿什么争？你要想清楚，别最后什么都没了。我签了字，签字的时候，我的手没抖，笔尖划过纸面，发出细微的沙沙声。周深坐在对面，手指敲着桌面，眼睛盯着手机，嘴角挂着一丝轻松的笑意。他在给苏曼发消息，我看见了。离婚那天，他搂着苏曼去民政局。苏曼穿着高跟鞋，肚子微微隆起，笑得像打了胜仗。我站在门口，风很冷，3月的风像刀子刮在脸上。周深经过我身边，停下脚步，低头看着我。他的眼神里没有愧疚，只有居高临下的怜悯。林婉，离开我，你什么都不是。他说。苏曼在旁边笑，姐姐，以后好好照顾自己啊。我没有说话。我看着他们上了车，看着那辆黑色奔驰消失在3月的风里。然后我蹲下来，在民政局门口的台阶上哭得像条狗。路人经过，有人投来好奇的目光，有人窃窃私语。我什么都顾不上了。我的5年婚姻，我的青春，我的信任，全部在那个上午被碾成了灰。回到城东的老房子，我吐了一整天。我以为自己得了胃炎，第2天一早去医院排队抽血。医生看了结果，推了推眼镜，你怀孕8周了，怎么现在才来检查？我愣在椅子上，手里的包掉在地上。孕早期要注意休息，情绪别太激动，前3个月不稳定。医生把报告递给我，像在说一件最寻常的事。我盯着宫内早孕单活胎几个字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医生见怪不怪，抽了张纸巾递给我，别哭，对孩子不好。我拿着报告走在路上，3月的阳光打在脸上，暖融融的。
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，这个孩子来得太不是时候，可又那么及时。他是我被全世界抛弃后唯一攥住我的小手。我瞒下了所有，周深不知道，苏曼不知道，连我爸妈都不知道。我妈去世的早，我爸再婚后跟后妈去了南方，几年不联系。我打过一个电话，响了很多声才被接起，后妈在电话那头说：“林婉啊，你爸身体不好，你别拿你那些破事烦他了。”我挂了电话，坐在老房子的阳台上，看着楼下来来往往的人，心里空得像一口枯井。没有娘家，没有丈夫，没有工作，只有肚子里那颗跳动着的小心脏。我把老房子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，40平米，墙皮脱落，水管锈蚀，厨房小的2个人转身都困难。但好在是我的。周深给了我5万块钱，我把它们分成3份，1万5交房租和产检，2万买了设备和食材，剩下的是我和孩子最后的退路。我在菜市场摆了一个小摊，凌晨3点起来备货，6点出摊，中午收摊，下午去医院产检。我卖自己做的卤味、凉面、桂花糕。桂花糕是我妈教我的，她说桂花要选金桂，糖要用老冰糖，蒸出来的糕才又软又香。第1天出摊，我只卖出去3盒卤味，赚了不到40块钱。收摊的时候，我看着剩下的2锅卤味，蹲在路边哭了一场。哭完了，我把剩下的卤味打包，送给了市场里其他摊贩。第2天，隔壁卖菜的大姐介绍了好几个顾客过来，说小林的手艺好，你们尝尝就知道了。慢慢的，我的摊前开始排队了。我挺着肚子，凌晨3点在厨房里剁辣椒，辣味呛得我眼泪直流。我一边咳嗽一边剁，刀落在砧板上的声音在深夜的旧楼里格外清晰。我常常想，如果那时候有人告诉我3年后我会站在城市最高的地方，我一定会觉得他疯了。但我没有退路。我开了一个短视频账号，取名叫晚时。没有专业设备，用最便宜的3脚架，灯光就是抽油烟机上的小灯泡。我拍做菜的视频，不说话，只拍手。那双手被辣椒染红，被油溅出水泡，被冷水泡得发白。刚开始没有粉丝，只有零星几个人留言，这阿姨做的真实在。我不年轻，也不漂亮，只能拼力气。有一天，一个20出头的女孩来摊前买了2盒卤味，盯着我看了半天，忽然说：“你是不是网上那个晚时？我刷到过你。你视频里说，只要吃1口就能想起家。我买了，真的好吃。”我鼻子一酸，差点哭出来。他不知道，那句话是我在深夜一个人对着镜头说的。那天我吐得很厉害，孕期反应让我吃不下任何东西。我逼着自己喝了1碗白粥，然后对着镜头说，只要吃1口就能想起家。可我早就没有家了，但我在给女儿造一个家。随着订单增加，我注册了商标晚时。从手工卤味到即食健康餐，我把厨房从家里搬到共享厨房，再到租了一间小工厂。孩子出生那天，我一个人在产房疼了6个小时。阵痛来的时候，我咬着毛巾，汗水湿透了整件衣服。护士问我家属呢，我说没有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没再说话，只是紧紧握着我的手。凌晨4点17分，耀耀出生了。他哭声洪亮，像在跟全世界宣告他的到来。护士把皱巴巴的他放在我胸口，我哭了。那是3年来我第一次不是因为难过而哭。以后妈妈带你吃很多很多好吃的。我贴着他的小脸轻声说。满月那天，
我的短视频账号有了10万粉丝。我抱着耀耀拍了一条视频，没有露脸，只拍了她的脚丫和我做的桂花糕。评论区有人认出我的声音，说姐姐加油。也有人酸，一个单亲妈妈能翻出什么浪？我没有理会，我把所有委屈都咽下去，变成凌晨4点的闹钟，变成工厂里一个个真空包装的干净饭盒。1年后，晚时月销破100万。我把老房子重新装修了一遍，却始终没卖。那是我跌倒的地方，也是我重新站起来的地方。我偶尔回去看看，不开灯，站在阳台上，好像还能看见3年前那个被前夫羞辱，蹲在地上捡离婚协议的女人。而现在，她不用再捡任何人的施舍。遇见路演，是在我事业最关键的转折点。那时晚时月销200万，我急需资金建自有工厂。我去见了好几家投资机构，有的嫌我是单亲妈妈，有的想用低价稀释我的股份，还有的当面夸产品好，转头就去找周深的公司合作，因为我没有背景。陆氏资本是我最后一个选择。去之前，我做了1个星期的功课，把路演的公开信息全翻了一遍。陆氏资本，亚洲区最大的另类资产管理公司，管理规模超过1000亿。路演，陆家独子，32岁，哈佛商学院毕业，5年前从华尔街回来接手陆氏，作风凌厉，人称资本市场的冷面阎王。我知道自己的胜算不大，但我得试试。那天我穿了件旧羊绒大衣，把耀耀交给保姆，去了陆氏资本总部。前台看我一眼，说投资经理在开会，让我等。我等了3个小时，咖啡凉了3杯。就在我以为没戏时，电梯门打开，一群西装革履的人簇拥着一个年轻男人走出来。他很高，眉眼冷峻，像从财经杂志上裁下来的。黑色西装线条利落，皮鞋踩在大理石地面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他一边走一边和身边人说着什么，语速极快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。经过我身边时，他忽然停下脚步。你是林婉？他问。我站起来，陆总好。他打量我，目光在我洗得发白的袖口停了1秒，然后说，跟我来。在顶楼办公室，他没有寒暄，直接打开我的商业计划书。我准备了40页 PPT， 他翻了不到3分钟。你的复购率很高，他说，但供应链太弱。周深的聚味食品在联合供应商压你的价，你知道吗？我点头，知道。所以我想自建工厂。他合上计划书，靠近椅背，十指交叠。他看我的眼神很直接，不带任何情绪，像在评估一件商品。你前夫的公司正在抢你最大的 K 渠道，你怕吗？我愣了一下，他连这个都知道。怕，我诚实地说，但我不能停。他看了我很久，久到我以为他要拒绝，然后他忽然笑了，那笑容很轻，却让整张冷峻的脸柔和了几分。后来他告诉我，那一刻他觉得我像极了他刚创业时的样子，明明怕得要死，却站得笔直，眼睛里有火。他投了我3000万，只拿了15%的股份，还以个人名义给工厂做了担保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，因为你的产品我吃过，你做的桂花糕有家的味道。我笑了，那是我妈教我做的。陆演追求我，追得极有耐心。他不像那些富家子弟，送花送包送车。他每周末来看我和耀耀，带着绘本和积木，陪耀耀搭城堡。耀耀第一次开口叫爸爸，是对着陆演。那时他刚满1岁，坐在陆演腿上，小手拍着他的脸，喊了一声爸爸。
我吓了一跳，赶紧解释，小孩子乱叫的，别当真。陆衍却抱起他，眼眶微红，声音有些哑，以后我就是你爸爸。我拒绝过他2次。第一次，我说我离过婚，有孩子，配不上你。他坐在我对面，听完后没有急着反驳，只是慢慢搅动杯子里的咖啡。林婉，配不配得上，我说了算。第2次，我说我受过伤，不敢再信婚姻。他放下杯子，走到我面前，把我拉进怀里。他的胸膛很暖，心跳沉稳有力。我不需要你马上嫁给我。他说，你可以一辈子不嫁，我就在你身边一辈子，但你别推开我。我没有再推开他。同居后，他搬进了市中心顶层公寓，却把我的老房子也保留得好好的。他说，那是我女人的来时路，谁都不能动。他还帮我查了周深的公司。周深这几年的确在围剿晚时，他用低价抢渠道，用流言蜚语攻击我是用离婚博同情的单亲妈妈，还在供应商面前散布消息，说晚时资金链断裂，快撑不下去了。陆衍想直接收购聚味食品，让他破产出局。我说不用，我要让他自己走到绝路，再知道我是谁。陆衍说好，眼底有宠溺，也有纵容。他把我保护得很好，好到我有时候忘了，他其实是圈子里那个冷面阎王，手段凌厉，从不手软。直到上周，周深来陆氏资本楼下苦等。我坐在陆衍办公室的落地窗前，看着楼下那个弓着被求保安放行的男人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。他连担保贷款都快还不上了。陆衍递给我一杯热茶。聚味食品连续亏损3年，苏曼还欠了一堆高利贷。你想什么时候收网？我抿了一口茶，说等他自己送上门。陆衍笑了，你算准了。算不准。我看向他，但我知道他这种人只有过得不好才会想起我。他以为我比他更不好，就会来找我炫耀，这是他骨子里的劣根性。陆衍低头亲了亲我，那我们就等着。周深这3年过得确实不好。苏曼生下孩子后没有收敛，反而变本加厉。他买包、整容、去澳门赌钱，一年花掉周深7位数。周深公司原本就走下坡路，食品行业竞争激烈，晚时崛起后，聚味的市场份额被一点点蚕食。周深不信邪，咬牙跟投，结果资金链断裂，欠了银行、供应商、高利贷一屁股债。他四处找投资，从银行到私募，没人愿意碰一个连续亏损的企业。他打听到陆氏资本最近在布局新消费，便豁出脸去赌陆衍。他等了一整天，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，连门都没进去。陆衍的助理只丢给他一句话：陆总不见，无关人等。周深站在陆氏资本楼下，看着那栋高耸入云的大楼，忽然想起3年前他公司最风光的时候，也有不少人这样堵在他办公室门口求他。风水轮流转，转到了他头上。苏曼在旁边泼冷水：你那个前妻听说还住在城东老破小，一个人带个拖油瓶，过得惨兮兮。你不如去看看他，说不定还能借点钱。周深烦躁，他一个家庭主妇，能有什么钱？苏曼撇撇嘴，你不是说他老实？老实女人最好拿捏。你现在这么难，他要是还念旧情，说不定帮你一把。再说了，我们也可以看看他落魄成什么样，心里也舒服。周深被说动了，他让助理查了林婉的地址，发现他还住在那套城东老房子里，几年没搬。他冷笑，果然离开我，他什么都不是。他不知道，
那个地址是我故意留下的，我早就不住那里了。但陆衍帮我做了信息保护，外人能查到的，只有我想让他们知道的事。那套老房子是我故意保留的烟雾弹，让周深以为我还困在原地。于是那个傍晚，他带着苏曼，提着一个从超市打折区拎来的果篮，按响了我家的门铃。他以为门后会是旧墙皮、旧家具，一个苍老的女人。他以为能看到我的狼狈，好让他那点可怜的自尊找到一点优越感。他没想到，门开后是他这辈子最不想看到的人。陆衍站在我身后，抱着我的女儿，喊我婉婉。周深傻眼，不只是因为陆衍的身份，更因为陆衍怀里的那个小女孩，眉眼间隐隐有她的影子。他像被雷劈中，整个人僵在门口。苏曼还在尖叫，她怀里的孩子吓得大哭。我关上门，回到客厅。陆衍把女儿放进安全座椅，转身去热牛奶。窗外暮色四合，城市灯火渐起。我靠在沙发上，长长的吐出一口气。他明天会来找你。陆衍说。我知道。我闭了闭眼，他如果敢拿孩子说事，我就让他这辈子都见不到耀耀。陆衍坐到我身边，握住我的手，他不敢。我睁开眼，看他，你做了什么？他淡淡，没什么，只是让法务部把聚味食品的竞业协议、对赌协议、逾期债务都整理出来了。明天一早，他的公司会收到法院传票。我笑了，你真狠。他亲了亲我，不及你1/1000。周深一整晚没睡，他把自己锁在书房里，一根接一根的抽烟，烟灰缸满了，房间像着了火。他脑子里翻来覆去，只有一个画面：陆衍怀里那个小女孩，那双眼睛，那个鼻子，那个下巴。他见过，他在镜子里见过。他打开手机，翻出和林婉离婚时唯一保留的一张照片。照片上，林婉站在他身后，笑得温婉。他看着照片里那个女人的脸，又想想那个小女孩的脸，脑子里嗡嗡作响。她怀孕了，林婉离婚时就怀孕了，他瞒了她3年，她生下了他的女儿。他猛地站起来，碰倒了烟灰缸，烟灰洒了一地，他踩过去，鞋底在地板上留下黑色的印子。他走到门口，又停下来。他去干什么？认女儿，还是借钱？他不知道自己更想要什么。第二天一早，他来了。这次没有苏曼，他一个人。他穿了一件皱巴巴的白衬衫，胡子没刮，眼圈青黑。他打车到了晚石总部楼下，抬头看那栋崭新的办公楼，心里像打翻了5味瓶。前台拦不住他，他冲进会客室，保安跟在后面。我摆摆手让保安出去。林婉，他扑过来，双手撑在会议桌上，眼眶发红。你告诉我，那个孩子是谁的？我抬起头，平静地看着他，跟你有关系吗？他长得像我。他吼，她是不是我的女儿？你当年离婚时是不是已经怀孕了？是。我没有否认。他身体晃了晃，像被人迎面打了一拳，踉跄着跌坐在椅子上。他伸手捂住脸，声音从指缝里露出来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为什么瞒着我3年？我笑了，慢条斯理地合上手中的文件。周深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告诉你？你当年为了苏曼，骂我是不会下蛋的母鸡，把我扫地出门。我怀孕了，却要告诉你这个出轨的男人，让你回心转意。你配吗？我盯着他，他嘴唇哆嗦，可我是孩子的父亲，我有权利，你有权利。我站起来，声音冷下去，你3年付过1分钱抚养费吗？
你抱过他一次吗？他第一次发烧，第一次走路，第一次叫爸爸。你在哪里？你在给苏曼买包，在酒局上吹牛，在四处躲债。现在你跟我谈权利。他瘫坐在椅子上，双手捂着脸，肩膀剧烈颤抖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你当然不知道。我走到他面前，居高临下，因为你从来只想着自己。你上门炫耀，不就是想看我过得不好吗？周深，你睁大眼睛看清楚，我现在过得比你好1000倍。他抬起头，眼里忽然闪过一丝狠劲。他站起来，比我还高一个头，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：林婉，你别得意，那个孩子是我的，我可以打官司要回抚养权。陆衍再有钱，也不是他亲生父亲。我笑了笑，那你试试。他站起来，还想说什么？陆衍推门进来。陆衍今天穿了身深色西装，身后跟着2个律师，气场逼人。周深一看到陆衍，气势矮了半截，不自觉地后退了一步，小腿撞在椅子脚上，发出刺耳的声响。周总。陆衍把一份文件甩在会议桌上，文件划过桌面，停在周深面前。这是你3年来未支付抚养费的证据，以及你公司涉嫌恶意竞争、商业诋毁的起诉材料。另外，这是亲子关系鉴定申请，我们同意做。如果鉴定结果证实耀耀是你女儿，我会替她追索过去3年的抚养费、教育费、医疗费，按你公司股权折算。周深脸色灰败，你们陆衍坐下，翘起长腿，语气温和却像刀子。你现在负债超过2亿，个人资产已全部抵押。苏曼名下的豪车、珠宝也是用你公司名义分期买的。你今天来是想认女儿，还是想借钱？周深张了张嘴，什么都说不出来。我可以给你一条路。陆衍说。周深猛地抬头，什么路？签了这份放弃抚养权的声明，我可以考虑给你公司一笔过桥贷款。陆衍把另一份文件推过去。周深看着文件，手指发抖。那几页纸写得明明白白，他自愿放弃对林耀耀的一切抚养权、探视权、监护权。他不再是他的父亲。他犹豫了10秒。10秒后，他拿起笔签了，笔尖划过纸面，发出沙沙的声音。我盯着他，心里最后一点火苗也灭了。他真的为了钱可以放弃女儿？他签的那么快，快到连伪装一下犹豫都来不及。陆衍等他签完，站起来，把文件收好，对律师说：送客。周深被拉起来。他踉跄着走到门口，忽然回头，眼睛通红。林婉，你早就算好的是不是？你故意让我看见陆衍，故意让我签这个？是我。我轻声说，可签字的笔是你自己拿起来的。他疯了似的想冲回来，被2个保安按住。他挣扎着，嘴里喊着我的名字，声音嘶哑。我站在会客室门口，看着他的背影被拖进电梯，心口忽然很轻。陆衍揽住我，还满意吗？差最后一步。我说。陆衍会意，苏曼那边证据齐了。我点头。苏曼的秘密是他自己露出马脚的。3年前，他挺着肚子找上门，说怀了周深的孩子。周深信了，我也信了。可后来我创业时认识了一个做私人侦探的粉丝，他偶然查到苏曼和周深结婚前有一个交往4年的前男友，叫赵磊，无业游民，3年前因为诈骗入狱。苏曼和周深在一起的时间和怀孕周数对不上，我让他继续查，结果触目惊心，苏曼怀的极有可能是赵磊的孩子。
更可笑的是，苏曼这3年用周深的钱给赵磊家里盖了房。周深以为苏曼只是爱花钱，其实他的钱一大半都流向了赵磊家。周深公司濒临破产，苏曼却在赵磊出狱前把周深最后一套房产偷偷抵押了。我把这些证据递给陆演，陆演看了一遍，沉默几秒，你打算怎么用？让他自己发现。我说，他必须亲自体验到被背叛的滋味。陆演点头，打了个电话。3天后，周深收到一封匿名邮件，邮件里是一份亲子鉴定报告，样本是他儿子的头发和赵磊的血液。报告显示，排除周深为其生物学父亲的可能，支持赵磊为其生物学父亲。那天下午，周深砸了办公室，苏曼正在家里敷面膜，被周深拖出来对质。他一开始还狡辩，说鉴定报告是假的，说有人陷害他。直到周深把报告甩在他脸上，又把手机里的转账记录调出来，苏曼给赵磊转的钱、买的房、付的律师费，一笔一笔，清清楚楚。苏曼吓得跪地求饶，抱着周深的腿哭：“深哥，你听我解释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孩子确实是赵磊的，但我现在爱的是你啊！我跟着你这3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”周深像疯了一样骂他、打他。邻居报了警，警察来的时候，苏曼脸上挂了彩，嘴角流血。他干脆撕破脸，指着周深骂：“周深，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？你抛妻弃子，活该替别人养儿子。我告诉你，你那个破公司早就被我掏空了，你就等着坐牢吧。”然后他带着孩子和家里仅剩的现金跑了。周深追出去，只抢回来一个空的保险箱。他坐在被砸得稀烂的客厅里，碎玻璃、破花瓶、翻倒的沙发。他忽然想起3年前也是这样的下午，他把离婚协议拍在林婉面前。那时他觉得自己赢了，赢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，赢了一个儿子。现在他才发现他输得一塌糊涂。他给我打电话，我没接。他又发短信：“林婉，我错了，我求你，我们复婚好不好？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只有你了。”我把短信给陆演看，陆演瞟了一眼，冷哼一声，他倒是会想。我回了一条：“你的儿子不是我的，你什么都没有，也是你自己做的。”然后拉黑了他。周深彻底崩溃后，开始四处找苏曼。苏曼躲了半个月，最后在火车站被警察抓获。他涉嫌诈骗、伪造债务、转移婚内财产，金额巨大。赵磊刚出狱，又因销赃被带走。苏曼和周深的儿子被送去福利院，等待他们的是无人认领的孤儿生活。周深公司进入破产清算，陆演以陆氏资本的名义收购了聚味食品，把资产并入了碗食的供应链体系。周深个人负债高达2亿，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限制高消费。他卖掉了车、表，甚至父母留给他的老房，搬进了一间出租屋，可连房租都付不起。他的父母从老家赶来，他母亲知道当年是我怀了孩子还被逼走，气得脑溢血住院。他父亲咒骂他，说周家毁在他手里。周深在 ICU 外跪了1天，我终于去了医院，只为了看一眼。他看见我，像抓住了救命稻草，扑过来跪在我面前：“林婉，你救救我，你救救我妈。你那么有钱，你一定有办法。求求你看在我们曾经夫妻一场的份上。”我站在医院走廊里，消毒水的味道刺鼻，日光灯白惨惨的照下来，把他的脸映得毫无血色。他跪在地上，
双手抓着我的裙摆，像抓着一根救命稻草。我低头看着他，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男人，这个曾经把我踩在脚下的男人，如今胡子拉碴，衣衫褴褛，眼里全是绝望。他瘦了一大圈，颧骨高高凸起，眼窝深深凹陷。周深，我蹲下来平视他的眼睛。你妈当年说我是不会下蛋的母鸡。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就在你家厨房里端着一锅刚炖好的汤。他愣住了。现在他儿子跪在我面前，求我救他。我轻声说，一个字一个字的，你觉得我该以德报怨吗？他张了张嘴，哭不出来，喉咙里发出压抑的呜咽。我站起身，转身离开。陆衍在楼下等我。他打开车门，没问我为什么上去。我坐进车里，靠在他肩上，闭着眼睛，声音很轻，我是不是太狠了？他摇头，手指穿过我的发丝，你只是把3年前他们给你的还回去了。3年前，苏曼和周深的母亲联手逼我离婚。他母亲在电话里说，林婉，你就是个不会下蛋的母鸡，我们周家不养闲人，你要是有点良心，就自己走，别拖累我儿子。苏曼在电话旁边笑，姐姐，你活该。现在我让他们知道什么叫活该。周深最终没能凑齐母亲的医药费，他妈出院后落下偏瘫，他爸带着老人回了老家。周深留在城里打工还债，因为失信找不到正经工作，只能去工地搬砖。有人拍到他搬砖的视频发到网上，评论区一片活该。苏曼被判了7年，赵雷5年。他们的儿子被苏曼的远房亲戚接走，可那亲戚开口要钱，周深已经分文没有。再后来，周深不知从哪打听到我每周会带女儿去一家亲子餐厅，便偷偷守在门口。那天我和陆衍牵着耀耀出来，周深突然冲过来，扑通跪下，林婉，你让我见见女儿，我是她亲生父亲。耀耀吓得躲到陆衍身后，怯怯地喊，爸爸，我怕。陆衍抱起他，对保安使了个眼色。保安把周深拖走。周深挣扎着喊，耀耀，我是你爸爸，我才是你爸爸。耀耀把头埋进陆衍怀里，小声说，我爸爸在这里。我眼眶一热。陆衍摸了摸耀耀的头发，对周深说，从你签下放弃抚养权声明的那一刻，你就不是他父亲了。周深被拖出商场，他最后的画面是趴在玻璃门外，看着我们一家3口上了车。我透过车窗看见他瘫坐在地上，哭得像个孩子。可我已经不会心疼了。3个月后，晚时召开品牌发布会，宣布完成 B 轮融资，由陆氏资本领投，估值达到20亿。发布会现场，我穿了一条雾霾蓝的长裙，头发挽成低髻，耳垂上一对小小的珍珠耳环。我站在台上，台下坐着我的团队、投资人、合作伙伴，还有抱着耀耀坐在第1排的陆衍。耀耀穿着和我同色系的小裙子，坐在陆衍腿上，朝我招手。我朝他笑了一下。记者问我，林总，外界一直好奇，您作为一个单亲妈妈，是怎么走到今天的？我接过话筒，看向陆衍怀里的女儿。因为我输过1次。我说，所以不想再输第2次。现场掌声雷动。发布会后，陆衍在顶楼餐厅包了场。他单膝跪地，打开戒指盒。戒指是定制的，主钻不大，但切工极好，在烛光下折射出细碎的光。林婉，他仰头看着我，眼睛里有光。我知道你不想再婚，可我还是想问你，你愿意让我当你的未婚夫一辈子吗？我看着他，眼前闪过3年前的自己，
蹲在民政局门口，手里攥着离婚证，被人指点。那时我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幸福了，那时我以为自己会死在那个春天里。现在我站在城市最高的地方，面前是我爱的男人，我的女儿在旁边拍手喊答应他，答应他。我点了点头。陆衍把戒指戴在我无名指上，戒指内侧刻着4个字：晚来归处。我没有嫁给他，但我们比任何夫妻都亲密。我不需要一张结婚证来证明什么。我有事业，有女儿，有爱人。我的人生不再需要任何人的施舍。那天晚上，耀耀睡熟后，我站在阳台上看夜景。陆衍从背后抱住我，下巴搁在我肩上。他身上有淡淡的木质香，混着一点耀耀的牛奶味。在想什么？他问。想3年前。我靠在他怀里，想那个在菜市场剁辣椒，躲在地下车库哭的自己。他收紧手臂，以后不会了。我笑了笑，回头亲了亲他下巴。我知道。楼下城市的灯火星星点点，像一条温柔的河。那些在深夜里流的泪，都变成了河里的光。而我终于逆流而上。番外，周深的结局。周深最后一次出现在我的视野里，是在半年后。那时候，晚石已经成了新消费赛道的头部品牌，我上了财经杂志封面。杂志社送了我几本样刊，我随手放在陆衍的书房里。陆衍翻了2页，说：拍得不错。耀耀已经3岁半，上了幼儿园。他喜欢画画，画的最多的是3个人：妈妈、陆衍爸爸和他自己。他把陆衍画得很高，头快顶到天花板的云朵。我看了笑，爸爸哪有那么高？陆衍蹲下来，一本正经，在耀耀眼里，我就是这么高。周深从工地搬砖攒了点钱，在城西摆了个烧烤摊。他技术不好，烤糊了被客人骂，收摊后被城管追着跑。有一天晚上，一个客人点了20串羊肉串，他烤到一半，炭火灭了。客人拍桌子骂，他点头哈腰的道歉，重新起火。有人拍了他的视频发到网上。视频里，他蹲在地上扇扇子，满脸烟灰，被佝偻着，像老了20岁。评论区有人认出了他，这不是那个聚味食品的老板周深吗？怎么混成这样了？活该，他当年抛妻弃子，现在报应来了。晚石的老板就是他前妻吧？听说他现在还欠着2个亿。周深看到了那条视频，他关了手机，继续烤他的串。炭火重新燃起来，红色的光映着他凹陷的脸。他翻着羊肉串，油滴在炭上，滋滋作响。忽然，他想起很多年前，林婉第一次做烧烤，是在他们家的小院子里。他烤的鸡翅又嫩又香，他连吃了6个，说：老婆，你以后开个店，肯定火。林婉笑，等我们老了，就开个烧烤店，我烤你吃。那时候他眼里有光，后来他把那光熄灭了。周深蹲在炭火旁，眼泪滴在滚烫的炭上，化成一缕白烟。没有人看见。番外，苏曼的结局，苏曼被判了7年。入狱后，她曾经的美貌迅速枯萎。高墙、铁窗、统一的囚服，把那个曾经穿着香奈儿套装的女孩变成了另一个人。赵雷比她多判了5年，2人在法庭上互相撕咬，把对方的牢底掀了个干净。苏曼的儿子被送去了福利院，后来被一对中年夫妇领养。那对夫妇没有孩子，对孩子极好。苏曼在狱中写了一封信，请求见孩子一面。领养家庭拒绝了。他出狱那天，没有人来接。他站在监狱门口，阳光刺眼。
他穿着入狱时的那身衣服，已经旧得发白。他摸了摸口袋，只有几十块钱和一张回老家的车票。他回了老家。赵磊家盖的新房被法院查封拍卖，赵磊父母住在村口的旧平房里。他敲门，被赵磊的母亲泼了一盆洗菜水。扫把星，害我儿子坐牢。苏曼站在村口，浑身湿透。她终于哭了。3年前，她跪在另一个女人面前装哭，如今她真的哭不出来。她在县城找了个餐馆打工，端盘子。她端不动，摔了好几个碗，被老板骂。晚上回到出租屋，她对着镜子看见自己的脸，28岁，像48。她忽然想起第一次见到林婉的场景。那天她跪在林婉家门口，演技极好，哭得楚楚可怜。林婉没有打她，没有骂她，只是关上了门。苏曼当时觉得那个女人真没用，现在她才知道林婉不是没用，林婉只是把所有的恨都变成了往上爬的力气，而她自己只学会了怎么把人往下拽。番外，陆演的独白。第一次见到林婉是在陆氏资本的会议室，他坐在那里等了3个小时，背挺得笔直。我注意他很久了。他穿一件旧大衣，袖口洗得发白，指甲修剪得很短，上面还有做菜留下的细小火痕。我查过他的资料，林婉29岁，单亲妈妈，婉食创始人，离过婚，前夫是聚味食品的周深。说实话，我最开始只是对他的商业计划感兴趣，但那天他抬头看我的时候，我发现他的眼睛很亮，像藏着一团火。那团火被生活磨得差不多了，但还在燃烧。他说怕，但我不能停。那一刻我决定投他。后来我开始吃他做的饭，他的桂花糕确实有家的味道。我从小在寄宿学校长大，父母常年不在身边，家里的厨师做菜很好吃，但没有温度。林婉做的菜有温度。我追他，追了1年，他拒绝我2次。我知道他怕，我也知道他心里有道疤，那条疤叫周深。我不逼他，只是陪着他。耀第一次叫我爸爸的时候，我差点哭了。我不是一个感情外露的人，但那个小丫头坐在我腿上，小手拍我的脸，嘴里喊着爸爸，我心里某一处突然软得一塌糊涂。我想这辈子就是他们了。周深那天来敲门，我看见林婉站在门口，背影僵了一下，然后他挺直了腰。我知道他等这一天很久了，我也知道他需要在周深面前赢一次，不是为了证明什么，而是为了和过去彻底了断。所以我配合他演了那场戏。不能叫演。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。她是我的未婚妻，她是陆氏资本亚洲区最大的个人股东，她是耀的妈妈，我孩子的妈妈。至于周深，他签下放弃抚养权声明的那一刻，我和林婉对视了一眼，他眼里有泪，但更多的是释然。我知道那个叫周深的男人终于从他的生命里彻底滚出去了。现在他怀里抱着我们的女儿，睡在铺满月光的卧室里。我在书房处理文件，夜很静，静得能听见他的呼吸声。我放下笔，走到卧室门口，看着床上的一大一小。3年前他在菜市场摆摊时，我还没见过他，但我总觉得自己亏欠了他，所以往后余生，我会把所有的好都补给他。不是补，是心甘情愿。番外，耀的视角。我今年3岁半了，我有一个妈妈，一个爸爸。妈妈叫林婉，爸爸叫陆演。妈妈说爸爸不是我亲生的，
但我听不懂那个词是什么意思。我只知道爸爸每天都会陪我搭积木，给我讲睡前故事。他的故事讲得很好听，声音低低的，像大提琴。我还有一个那个人，他总在幼儿园门口偷看我。有一次他蹲下来，从铁栅栏的缝里递给我一根棒棒糖。他的手很脏，指甲缝里全是黑泥。我没有接，我跑回去抱住爸爸的腿。爸爸把我抱起来，对那个男人说：“你再靠近他一次，我就报警。”那个男人哭了，他哭得很难看，鼻涕都流出来了。他喊：“耀，我是你爸爸。”我抱紧爸爸的脖子，小声说：“我爸爸在这里。”爸爸亲了亲我的脸，对，爸爸在这里。我们回家找妈妈。我趴在他肩上，看见那个男人蹲在地上，肩膀一抖一抖的。我有点害怕，但更多的是奇怪，为什么他说他是我爸爸？我爸爸不是好好的吗？尾声，后来的日子平静的不像真的。晚食越做越大，从即食健康餐拓展到线下餐饮、预制菜、自有农场。路演的陆氏资本成了我的战略合作伙伴，也是我最坚实的后盾。我没有再婚，路演也没有再提。我们之间的关系比任何一纸婚书都牢固。他给了我戒指，也给了我家。耀上小学那年，我在他的入学登记表上，父亲一栏填了路演的名字。路演看到后沉默了很久，然后他抱住我，声音有些哽咽：“婉，谢谢你。”我笑着拍他，该说谢谢的是我。他摇摇头，把脸埋在我颈窝：“不，你不知道你给了我什么。”我知道，我给了他一个家，他也给了我一个家。至于周深，我再也没有见过他，只听说他辗转各个工地，欠下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。有人说他回了老家，跟着他偏瘫的母亲住在老屋里。他母亲对他又打又骂，他不敢还口，只能受着。苏曼出狱后销声匿迹，有人说在某个小县城见过他，在餐馆端盘子。赵磊因为出狱后再犯案，又被判了10年。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，都得到了他们应得的结局。而我站在城市最高的地方，看着脚下汹涌的人海，我不再回头，因为前方有光。全文完。